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啊。刚刚特别提到说，川普他没有参加 APEC， 马上飞回美国啊。当然，这个理由是万圣节有很多的派对，但是其实真正的实情却是，美国川普必须面对更加复杂跟严峻的美国经济还有内部状况。因为呢，美国政府在10月1号关门，已经长达1个月的时间，从华府到农村，从军营到学校，整个美国现在像是进入一个功能丧失的国家。粮食援助中断，军人断薪，航班大乱啊！现在像航管的这个人员啊，其实都是叫苦连天。所以呢，这个竟然是在号称是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发生这种事情。现在数千万人面临断粮，数百万的家庭没有暖气可用，政府停摆，正把美国推向一场非常冷酷的社会灾难。而最新的消息呢，是美国已经有2名联邦法官他们陆续做出裁定，说川普政府不得暂停对低收入民众的粮食援助。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虽然关门了，但是这个时候联邦政府依然必须要动用应急基金来维持民生计划的运作，你不能不照顾老百姓啊。BBC 就分析美国政府关门造成的5大这个民生灾难，包括超过4000万人所仰赖的粮食券经费已经在11月1号用完了，600万的低收入家庭将会失去取暖的补助，100万美军被迫无薪上岗，那么联邦员工做功德好几周了都领不到薪水，航班延误成为常态，所以接下来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可是川普虽然看到他表面上是一派不在乎啊，但是想必心里面是非常着急啊。怎么解决呢，林老师？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要先了解到的就是说，川普他之前没有错，他在这一次的东亚行，乍看之下是成功的，甚至是他也蛮成功，从日韩这边带了一些订单回去给美国。可是这些订单要立刻的能够变成一个及时雨吗？这个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他号称9000亿，但是9000亿一次给啊。对啊，而且9000亿它不是现在可以给，现在的这个刚刚何荣有去提到说，回去可能万圣节的 party， 可重点倒不是 party， 是因为现在华府快烧起来了。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现在的话，参院这是共和党有人的跑票喽。所以在这个关税的这个案子是否决的是支持民主党的对，更不用说在整体的一个总预算这一块，现在的联邦政府关门，它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只是说这个什么这个航管啊，还是什么，讲难听一点，你去参观白宫都不能进去参观，因为它关门了，或者是什么垃圾啊，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整个状况是非常糟的。那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最直接的就是今天民主党跟共和党这一边，甚至共和党有一些人是也不满你川普。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满呢？对于川普来讲，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民生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因为其实我们仔细来想，川普从上任到现在，其实还不到1年，怎么感觉好像过了很多年的感觉，度日如年的感觉。可是他今天这一些美国的状况，不是今天一个川普上来就可以去改变。他是从他的一个 COVID-19 之后到这一个到之前拜登到现在整体所呈现的一个问题。那今天这一个问题其实是说，你说川普上来有办法去做这些改变吗？我个人是抱持蛮保留的一个态度啦。那至于今天来看的话，对于川普来讲，或者是我自己去美国，在今年4月的时候有去一趟华府那边，那可能你可能没有办法相信，我去超市想说要买个刮胡泡，因为我去比较久。刮胡泡居然锁在玻璃柜里面，是我要请店员把锁打开，怕零元购，就是怕零元购啊。那如果今天一个在首都里面的超市，而且老实说，那个2块多的一个东西，也不是说很贵的东西，它居然就还要锁在这一个柜子里面，我又不是去买个晶片还是什么显卡之类的，黄金还差不多。对啊，那这一些东西都要锁在那里面呢，就代表怎么样？治安状况、经济状况是非常糟的。那再加上现在的一个政府关门，这一些其实都会对美国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那老实说，之前的一个川普为什么可以当选，就是因为贫富不均，就是因为他希望能够把美国的失业率能够去改善，所以我们看他的外交跟他内部是有连结在一起。但是这个连结要实际的能够去改善美国的问题吗？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也给了各国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会要去思考的就是，不是只有看
当面跟川普的交易，是也要想的是他最在意的内部问题会不会去干扰他，或者会去影响他的一个战略。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施力的一点。就是美国的经济问题，听到川普不断在强调说用关税就能解决哈，单一工具，然后呢，关税带来的庞大收入啊，一定能够解决像美国现在面临到的一些经济窘迫的问题。可是真正关税的收入能够起到多大的效应呢？现在大家也在看。是不是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好，那除了民生问题呢，我们就来看美国的经济数据啊。根据 Challenger 他们的报告，到今年9月为止，在裁员的部分，美国企业的裁员人数达到94万人，预计到今年年底要突破100万。就连矽谷也成为裁员地狱啊，科技业半年就砍了10万人左右。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叫 Ray Dalio， 他就更是表示说，美国有高达60%的劳动者几乎没有生产力，整体经济由最富有的1%的人在支撑运转，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正在崩塌。好，所以现在真的是听起来是蛮吓人的，因为整个社会国家只有1%的人在负责 run 这一个国家的整体结构，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1%的人掌握了生产力，但是60%的人竟然是完全没有生产力，这听起来很吓人。可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危机迫在眉睫，对于美国，对于川普政府来说，他们一定知道怎么解决呢？黄老师，您觉得？其实说这个到底美国社会阶层的这个崩坏或崩解，要不要去解决？我觉得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不从总经或现在的经济情况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崩解，它是一个整个产业结构转变的一个过程。结构在转型是。我们回到以前来讲说，第2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大量的工具机的出现，取代了传统劳动力。那男性的一些员工开始逐渐不被用，当时当然说女性或童工的价格比较低廉嘛，那企业主们他们肯定慢慢的去往这个地方去靠拢，去降低自己的成本。那像现在慢慢进到所谓的 AI 时代，就把自动化更升一级了。对，我们当然目前还没有把它称之为第3次工业革命，但我们可以逐渐看到，包含在加州的地方，Uber 投资的无人自动送餐车已经开始去试行了。那像甚至有些地方用无人机在送餐送药的，那其实也都开始在执行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我们定义的底层劳动者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底层劳动者是有一些基础型或者是比较 routine 的工作开始去减，那大家就会问，那科技业半年就砍这么多人，对，那科技业是底层劳动者嘛？那如果说今天是在做一些写程式的部分，其实逐渐的已经被那个人工智能取代了一大部分的工作，所以想当然尔，这些人就会逐渐的被淘汰。那这是底层结构崩坏吗？我不认为，我认为说接下来马上到来的一些新的产业，它会逐渐的萌芽出来。那就业市场重新活络，关键就在于接下来到底会走到哪一个生产市场。对，因为其实这几年也听到像是智慧制造，包括接下来在机器人的部分有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就是要取代现有的人力，因为知道光是这个人口结构也是呈现倒金字塔的一个情况，就是要解决人力短缺，包括现在我们提到的60%的人如果是没有生产力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接下来对于美国来讲，他们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达到这样的一个用科技来弥补或者是解决现在困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OK， 讲到智慧制造这个，其实在美国定义的智慧制造里面，它是还有凌驾于智慧制造的一个先进制造。那这边包含了当然是智慧制造的整体的自动化，然后提高良率等等。另外一部分是新材料、新药，然后新的生物发展这个部分，这2个发展的部分。那这些新兴产业到底能不能带动新的生产力？关键在于有没有高阶人才的注入。但当然，美国现在的政策对于高阶人才并不是这么友善的情况下，我不太认为说短期内会去改变这个现况。那基础人才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当时提高关税的时候，这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不要用全智慧制造，我用半智慧制造。我去吸引这些他们口中所谓没有生产力或没有提高 GDP， 他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他做一件事，按按钮，按按钮去让他们有足够的生产力。那我从原物料进来，我不是到终端产品的时候，
那我这个关税中间的利差是相对比较不会受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川普如果他看到这一块，他在下一步很大的歧视，我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我把很多复杂的东西自动化，这是他的个性嘛？我什么都简单，我最好按一下全部搞定。那这样子，我所谓没有生产力的人，他就来按按钮，对，我就逼你公司 hire 这些人，我也不用发失业救济。但会不会太理想了？他一直都很理想，不是 ？OK， 好。不过现在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啊。美国的关门风暴持续在演变当中啊。那根据《经济学人》跟 YouGov 的最新民调也显示说，现在就是看，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川普在意的是民意支持度。那现在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满意川普施政的数字呢，掉到39%啊，40%都不到，创下川普2.0啊，就重返白宫以来的新低点。另外呢，63%的人明确表示不认可川普对政府的管理。有46%的美国成年民众认为呢，政府停摆的责任就在共和党和川普本人。从这些最新的民调，当然民调是变来变去啊，跟这个民意如流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2026年了。2026美国的期中选举很重要啊，这样对共和党来讲，对川普来讲，不是一个警讯吗？没有错哈。现在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个问题就出在川普身上，特别是民主党人，因为原来他们是因为坚持就是说，这个川普的预算大砍这个对于这个美国健保的，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健保的这个补贴，会让大家的健保保险费用上升，所以他们反对，以至于造成了这个政府关门。那当时川普的算盘是什么？就是说，你想政府关门谁受害？是这个联邦政府的雇员。这些雇员在哪里？在 DC， 在这个马里兰州，在维吉尼亚州，这些都是民主党的选民。所以他计算就是说，这个关门的结果是伤害了民主党多于伤害共和党。他是想过了，对。所以，但是结果现在这么一下来之后，变成什么？变成第一个，变成大家怪了川普，因为它受影响是整个美国啊，比如像这个航空的这个飞行，就是航管受到影响了，还有很多其他政府常态运作应该会支持的这种民生的部门受到影响，美军这受到影响。当然，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民主党也不敢轻易的退啊，因为民主党现在川普说，他如果一旦恢复之后呢，他这个 OMB 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所谓预算管理部门，就白宫的预算管理室要去这个惩罚那些发动在联邦政府内支持民主党的发动这个背革川普的这些人，所以如果民主党轻易让步的话，到时候这些联邦政府的员工会来怪罪民主党，说你怎么会让步呢？你怎么轻易就让川普是老师，这个局面其实也许川普始料未及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川普他擅长交易哈，他弹性很大。我说他弹性很大，那会不会就是迫于他遇到的现实状况？他会做一些调整，您觉得？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他的交易呢是藏在他心里的。第一个，在成功的亚洲行之后，他现在是更加强硬。他现在要求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呢，要废掉这个所谓的冗长辩论。因为美国在参议院它有这个冗长辩论嘛，就是你只要想要发言，你就可以无限时间的发言，除非你有3/5的投票，可以让它停止。那3/5就60席，所以这就保障了少数。为什么民主党没有多数却可以背革预算？就是通过参议院的这个2/5。那现在共和党的这个多数党领袖呢，他原来在竞争这个党魁的时候，竞争这个多数党领袖的时候，他就是反对废除这个条款的，所以他反对。但是在川普的旋风之下，也许他最后会让步。但是关门不能无限期一直关门下去嘛？他们有没有至少设定一个时间点？因为11月最后一个礼拜要感恩节了，起码感恩节前会不会有一个？没有错，上一次关门呢是35天，这一次已经超过30天。所以大家已经认为说，大概未来这一个礼拜可能就会结束。但是现在我想就是用这个所谓冗长辩论的废除，因为如果一旦冗长辩论被废除，民主党以后就没有武器了。没错，所以也许在这个威胁之下，加上川普的旋风，会让这个共和党的这些参议员让步。那么这个最后民主党可能为了维护这个冗长辩论，最后也许就让步。现在那个 timing 可能是看在感恩节前夕啊，不然的话，美国民众恐怕不感恩了。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
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川普现在要担心、要烦恼的，恐怕还有很多事情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军的航母，因为美国的最新航母福特号，它的电磁弹射系统频频故障，让川普很不高兴啊。因为根据这个资料显示，福特号在服役前进行747次的电磁弹射的测试，总共发生10次的严重故障。这个数字呢，远超过美国海军平均4166次弹射出现1次严重故障的这个标准。所以呢，川普非常生气，他就下令说，全数的美国航母要回归到蒸汽弹射，而且还怒批我们美国花了几十亿，怎么做出这种愚蠢的电动玩意？那这个决定当然立刻也让军方炸锅，连美国军工业都跳出来痛批说，你这样做的话，简直是倒退回冷战时期啊！因为美军的退役上校就指出说，正在建造中的美国航母，如果强行修改，把原本最先进的弹射这个电磁弹射改回到之前的蒸汽弹射，这会导致服役期严重延宕。另外一个频道战区啊也痛批这个决定可能会动摇美国航母更新计划的根基。更严重的是呢，美国唯一的蒸汽弹射零件供应商去年已经宣布停产了，所以到时候真的改回到蒸汽弹射，恐怕最后是无货可修。好，那对照这个美军的航母呢，我们来看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福建舰。已经试过了3型的这个舰载机啊，包括歼15、歼35、空警600，顺利完成了3连发的电磁弹射。所以可以看到，是中美两国的航母技术在这个时候就立刻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差。那当然，这个川普说要退回啊，就是说把它改回到原来的蒸汽弹射，也有看法是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气话哈。这个只是觉得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呢想不到造出这种玩意儿。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先说，在这个航空母舰的一个起降，基本上有3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类似山东号或辽宁号的那种滑跳式的一个起飞甲板。好，这是这个相对来说是这个冷战时候俄罗斯走的一个技术。那再来的话就是蒸汽弹射，这也是美国目前主流航空母舰，各位经常去听到的什么尼米兹号啦，或者什么乔治华盛顿啊，它采用的就是这种蒸汽弹射机。那这一种的话也是目前的主流。第3种的话就是现代来讲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就是现在在福特舰上面去实验，就这一次川普骂最多的这个电磁弹射，也是在这一个解放军这里的话，福建舰上面他所使用的技术。OK， 好，那为什么这边的话，美国会说要先回去到这一个蒸汽弹射？我个人会认为，川普他其实当然说气话归气话，但是他自己会认为，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等你这个最高科技的结晶了，我现在要的是先冲量才求值，先求有才求好。因为现在在海面上面，美国海军不一定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实力，他或许没有办法在这边完全的去碾压这个解放军，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其实当解放军的一个海上的实力崛起的时候，它的航空母舰是不是我要先求一个稳定成长的技术？所以我会觉得他今天要讲的，倒不是说完全是要去否定了电磁弹射，而是说我要保持蒸汽弹射的技术，让我如果电磁弹射没有那么顺利的话，我这些其他的航空母舰都可以持续去一个使用，或者是去运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对。那再讲回来的话，为什么今天电磁弹射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个人会认为会是在这一个马达的传输效率上面，它其实这个故障不是说这个电磁技术的一个故障，而是在海上试验的时候。因为一艘航空母舰它的一个配电非常重要，不管是这个电梯的一个起降啦，或者是任何的系统啦，当你在这一个发电量如果没有办法去支付，或者是在转换效率上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电磁弹射的这一边出现一些故障。所以其实现在美国要做的，或许是要回归到它的一些比较细部，在测试的过程中间去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因为其实中国在这里它等于是有一点弯道超车，它跳了一代。对，我们仔细去看，中国它从滑跳就直接跳到电磁弹射喽，它是没有
蒸汽弹射。所以其实今天美国他会希望的是，如果我没有电磁弹射的话，我至少还有一个蒸汽弹射可以去运用。有一个关键名词啊，叫中压直流哈，就是说在中方解放军这边，现在最新用的电磁弹射采用中压直流，这个部分的话是关键，是一个反超的关键吗？我会觉得倒不能说是反超关键，应该说在技术的应用上面啦，这个是一种方式。但是其实今天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这一些科技高新科技是没有问题，可是其实对中国来讲，它或许在一些基础产业、基础工业上面，比如也会回归到就是在海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难关必须要去突破。那这些难关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福建舰它现在是在南海这一边非常多的一个海事，我会认为的是船开出去已经没有问题了，可是接下来就是它起降的效率。它还有就是在起降的过程中间的一个配电，因为毕竟它不是核能，它还是用传统的一个动力。那传统动力的话，这里就会是在这个电力的配置上面，这一点或许也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观察解放军航舰发展的一点。就川普现在想要大力整顿美国的海军，无非也是意识到了美国海军现在在整体海上的作战实力哈。这个原先还唯有强大的优势，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跟昔日相比啊。那当然，除了弹射系统之外呢，川普最近还亲自下令啊，他说他要恢复战列舰时代，宣称要打造黄金舰队，用厚重装甲跟巨炮来对抗中国大陆的海上力量。这个新的黄金舰队呢，要纳入大型战舰、小型护卫舰，而且呢配备更强大的远程飞弹。可是呢，就有军事专家啊，就提醒他说，这个军事专家就指出啊，战列舰的缺点非常明显，包括什么航速慢、雷达反射大，很容易成为飞弹的靶标。而现代战争早就进入了无人化、高机动、远程制导的时代，更何况啊，这些重型反舰导弹的出现，让依靠这种重装甲的战列舰根本无法抵抗啊！只要集中一发，就有机会因此瘫痪。所以言下之意，连军事专家都觉得，川普所提到战列舰也好，要打造黄金舰队。其实川普很喜欢黄金啊！你看这次去韩国有一个黄金王冠，然后呢，在美国要打造一个金穹，什么都是金哈。那但是这个黄金舰队，或者说我们现在先讲战列舰，真的适合现在的战场现态吗？周老师，首先可以肯定的哈，就是如果美国海军真的根据川普的命令去建造的话，在川普卸任之前，他们也不会造出来啊。时间绝对对，时间来不及啊。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下令就是说，美国海军要把他的舰队数目提高到355艘。那结果到他卸任的时候呢？当然都没有成果嘛，所以到现在美国海军的舰队数目就是大概287艘左右。那所以这个主力舰的情况，其实我认为也会是这样子。川普当然是不断的去勾勒一些想法，他的重点是几个重点。第一个，他要告诉大家他对美国海军的一些美好想象，让大家去想象美国海军未来会是像过去那样个，比如像说什么威斯康星号啊，或者是这个米苏里号那样子非常庞大的，对，因为那个是二战时候美国是战胜国，是全世界的霸主那个的形象，他要的是那个意象。据说他经常晚上跟美国的海军部长交换讯息啊，所以他强调的是他很重视这件事情。那他真正会做的事情，大概还是会优先造很多的小的舰艇，特别是无人舰。这个才是能够快速弥补美国舰艇不足的一个方法啦。啊，那当然，至于这个，我觉得还是会造。说不定在川普的要求之下还是会造，但是大概造不完，在他任内。那是不是就是在这一艘摆在那里做一个形象，还是说他会继续去发展新的类似的概念？这个我觉得还有待于海军去发展。但是他要强调一点，川普非常重视，所以在白宫里头也有专门的造舰办公室。甚至川普本身也不断强调，就是说他要命名啊，那这个命名对他来讲也非常重要啊。那就是我认为川普就是在唤醒大家对海军的重视，对于美国黄金时代的想象。未来可能会有川普号，这个是指日可待。但是林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提到的黄金舰队啊，你看起来就是阵容庞大，好说，但是军事专家都提醒了，很危险的，这万一成为靶舰啊，或者是说这个依靠重装甲，它很容易被发现等等的一些缺点啊，它当然有它的这个优点，可是缺点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代表的是现在的一个战争的形态已经不一样了，对，已经不是靠这种大舰巨炮来这样称霸这个各大海洋的这个时代了。所以其实川普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口号偏多，那他这个口号其实就是回归到要让美国的造船业再次伟大，让海军再次伟大。那这里的话，其实刚刚我们有去提到这个战列舰到底会不会重出江湖？我个人会认为要重新造真的是不可能，来不及了嘛。它最快的其实是什么？起风，把密苏里号重新去把它就运作起来。因为我6月的时候刚好有去夏威夷一趟，我们去参观密苏里号，你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博物馆，可是其实它下面的轮机是民众不能进去的哦。为什么？因为轮机那一块就是引擎的那一块，引擎室那一边，它有随时做好，如果哪一天要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它是可以去重新去启用的。所以其实今天美国它也是有去做好的是，我个人会认为啦，要去做那么多船真的是不太可能。可是如果我把一些封存的船重新把它起风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另外一点就是今天在对美国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叫过去曾经提过一个叫千舰海军的计划。这个千舰海军不是只有我美国海军哦，是我日本、韩国这一些全部我联合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打造一个国际黄金舰队？我会觉得这个或许是川普在口头上可以解套的一个方式，蛮合理的哈。依照川普的逻辑，就是要什么都要打。树大便是美啊！这个在海面上全部都是黄金舰队的阵容哈，但是还是拉回到刚刚提到说，美国的航舰的造舰的速度也变慢了，技术也退步了哈。美国海军另外还有一个危机啊，就是 Navy News 他们揭露说，美军神盾舰的弹药库深度现在面临严重不足的情况，平均只能够支撑2轮高强度的作战，所以五角大厦呢紧急推动了模组化飞弹舱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希望呢能够扩充吸弹量，但是也被业界打脸啊。五角大厦说五角大厦自用订单恐怕都得排队生产等货啊。现在包括弹药也好啦，飞机也好啦，其实呢都是有单，可是呢生产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海军模组化的飞弹希望能够来补足神盾舰的缺点，可是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生产的速度啊缓不济急啊，这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战力漏洞？黄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哦。业界打脸说你要排产等货，那不就是业界自己做不出来，我才要模组化吗？是啊，我就是不想要在那边跟你们排产等货，所以我推动模组化飞弹舱。那今天等于说，飞弹里面我们简单拆解它的结构嘛，它有所谓的导引系统、弹头、弹身跟它的推进部位。那我等于是把这些东西我全部丢到我的舰上，那我找不同的代工厂商帮我做出来，剩下我自己做最后交点。我在海上我有一堆时间跟你慢慢做，怎么会成为战略漏洞呢？我就是解决了这个排产等货的问题。那其次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蒸汽弹射跟电磁弹射就很重要，我要腾出更多的空间。